总统令：中华民国76年7月14日，宣告台湾地区自76年7月15日零时起解严。其实我们跟一群朋友在回应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是有自觉的，我们是可以感应到时代在改变，我们在等待解严，让我们的创作的空间更大。到了87年，整个解严了，所以那时候我是一个青年人嘛，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慢慢给我快乐了，给我有希望了。我觉得住在这里可以奋斗了。戒严不只是那种外在的戒严，包括心理的那种戒严都存在，因为它是刚解严结束嘛，所以它其实大家的那种内在的那种戒严都还在。到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我们每个艺术家比较去思考说，到底所谓的文化主体性这个东西存不存在？我觉得我们今天去讨论解严30周年，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主叙事里面一定是把它当做一个结束了威权时代的一个象征的日子，就是说上一秒还是戒严，下一秒就解严，真的是这样子吗？对吧？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他的答案当然显然不是。宣布戒严是1949年，然后我是1960年出生。对我来讲，就是一出生，其实我们就在戒严的这个社会里面，所以就是在我有记忆以来，无论是戒严，无论是当时的这个所有的一切，它仿佛都是很像个自然物一样。那我们知道戒严时期是在街头是禁止集会游行的，就是退伍后，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有2个想法，就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在一个就是最热闹的地方去做一个行动，你才算真正跟戒严体制产生一个这个相互的对峙。那么就时间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当时在戒严时期有一个叫做立法委员增额补选嘛，然后那个时候它会比较松动。那我觉得在那个比较敏感的时间里面，可能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去做的时候，当然就是说是一个相对来讲当然是很素朴，就是说你只是对于这个戒严体制其实是。你就觉得它就是像一个很一个透明的罩子罩住，然后你想要去打开来，因为你自己去创造这个事件，你会去开始反思到底戒严是什么，到底我们可不可能在这空间里面打开一些缝隙，而不是说被这样的一个体制给规训。蒋总统今天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从在1987年的这个7月14号那一天。可能是傍晚或者是什么时候，就是你看新闻突然觉得那个什么新闻快报，然后有什么好像什么不知道几点钟的什么新闻，怎么台湾要宣布解严，我就想说，那今天其实还蛮珍贵的，就等一下是戒严的最后一天了。那因为正好就看到有那种冰枕嘛，就是其实帮助退烧用的，觉得好像我们这时候需要退烧吧，我不晓得，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直觉，觉得说。那我就把那天空气装起来，然后那就只是想说，或许有一天，你可以通过在面对解严之后的时候，你可以通过面对这个冰枕里面装着7月14号的空气，你可以去让你唤醒很多事情吧。就说他可能你在第1年你没有感觉，第2年没有感觉，但5年、10年后可能就会有感觉嘛。我只是觉得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纪念物，也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件的事情，包括就是做这个。就是1987年7月14号的这个空气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也没有从来没有展过，我也没有想过它是不是作品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它都累积了我后来解严后怎么去想很多事情的经验。我们严格讲我并不是所谓的冲撞体制或者是悲剧性的角色。我们采取的一种同步的态度，就是我们跟解严的步调其实是同步，所以我们刚好就在那个临界点。最早的1994年的再会吧春秋阁，它是一张平面照片，然后透过材质的框，然后有一种很死亡的感觉，就是说那个影像很吊诡的，一个阳刚的军人，他变得很阴柔，他变得有一点娘娘腔，你会感觉那个摄影是假假的、怪怪的。可是它就是一种给你有产生新的思考，
然后我们去反映那个时代的氛围。可是我在再见春秋阁就是新的动态的影像，所以我采取的所谓的前置彩排，用很笨的方法，用道具机关设计去改变场景，改变主角。我的摄影机没有移动的，想要再会把春秋阁变成动态的时候，我要表现生命，我是要表现，物换星移。人老了，你知道，人容貌变老了，结果后来他戴皮毛，他不会老了啊。所以某种时候那个皮毛，我们用乳胶皮毛。为什么我喜欢皮毛？我认为它是一种恋尸癖，你知道？恋尸癖。中华民国告诉你，中华民国就是恋尸癖，它不存在的。我把它变成一种时空，变成反映台湾的困境。我是一个艺术家嘛。所以说，我认为我可以用艺术来证明我的存在，然后艺术是我的发言权这样。在86的时候，一直感觉到，就是说这个整个社会在松动中嘛。那我看到了很多的示威游行这样，那我觉得这地方的人民的权利出现了，力量来了这样。之前我是用神话。就是中国的古神话的那种失败的英雄、悲剧的英雄，跟威权对抗的英雄，来对于一种威权体制的背叛、颠覆这样。所以我就把一些故事剪掉，只是呈现就是力量的出现，人民就是那种搏斗的那种瞬间的那种力量的爆发这样。在用色上，我也省掉了很多的中间色，就是直接用对比色，比如说红跟绿然后蓝跟黄。就是对比色的一种在画面上那种强烈的力量，然后再用一点黑色把它框住，这样的就是大明大放的感觉。87年解严之后嘛，经过了1年2年的一种就是热情，然后慢慢的一个沉淀之后，我就有一个很长远的计划。那我想用台湾制造，然后我又用3个大单元，一个就是政治的，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文化的，然后呢，通通用台湾制造。一开始的话就是台湾的政治篇，然后用肢体语言，因为我所看到的国会的斗争，然后街头的警民的那个对抗，那采取是双篇的，一个是线条的，一个是块面的，一个可能就是漫画式的，一个可能就是写实性的，就是各种美术手法的这种对比方式，这样来衬插就是整个那个时代的一个就是氛围。我觉得中义新村啊，它特别的地方就在它这个聚落，它其实是半封闭的状态。它从早期是一个像是模范的现代化的住宅，一个社区这样，在很多官方宣传里面都呈现了一种象征进步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其实这个东西好像你说，比如说动审了以后，或者是解严了以后，可能那个社会和文化氛围不太一样了。可是其实在这个所谓的行政人员聚落里面，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跟所谓国民党或者是跟他们所带过来的一个中国的文化国族主义东西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连结。我当时做这件作品呢，我最想要做的，或者我最想要表达的，就是那个反差吧。我搬离了这个家，但是我对这里面的很多物件、质感、光线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它的依恋非常深刻。可是，当我透过这个作品去同时寻找，或者是对我自己发问“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它的内部是很空乏的。这个地底，它的根基是空的。像杨妙老师这个前辈艺术家，好像他要去谈一个很集权的东西，一个很强的对象在他的前面，好像要去反，然后或者是说去打破那个圣像的东西。对。
对，可是我觉得到我们这一代，我觉得那个内部是非常复杂而且很交缠的，它没有一个很直接的说，我们可以很快的直接找到一个所谓文化的认同，就是这些就是台湾文化。你回头去看你自己到底是谁，其实那个东西是非常模糊不清的。我觉得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在那里。像我们这种6年级中段班的，其实是很暧昧的一个年纪啊。5年级的话，他可能从小生长的那个到可能他成年的时候，都还在那个所谓的戒严的阶段。然后7年级那不用讲，他们整个一开始就长大就是一个解严的状况。而6年级刚好是解严到一半。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可能上课之前啊，还要先去拜一下那个国父跟那个先总统蒋公这样子的遗像嘛，所以后来我才会想引申到后来的我那个肖像系列，其实从那个过来的。我做的时候刚好我在韩国，你在韩国也是跟台湾其实基本上双胞胎兄弟啊，所以他们有的我们也有，他们也有那种崇拜朴正熙的时候的状况，那个北韩那个不用讲。所以我慢慢去梳理历史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很惊人的雷同性啊。我后来想说那我也可以变成这些人嘛。如果他们那么容易被置换掉的话，我也可以变成他。然后所以在我作品里面，我就变成很多伟人，而且大家都要很爱我这样子。解严到现在30年吧，可是我有时候有一种焦虑感或者一个危机感，是他会不会回去也很快？因为30年你就变成这样子，会不会倒退回去的时候，你有更快的时间倒退回去呢？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艺术它还重要，或者它还为什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是我们接受知识，我们的感知经验其实是被操控的。我们只有自己去创造各种事件，你才能够去改变你对思辨事情的方法。那我觉得艺术它当然就是关于艺术，不是美啊、丑啊、好啊、坏，而是说它就是改变我们感知经验的一种技术或一种方法。只有我们改变我们的感知，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时候，我觉得艺术才发生了。那另外一面就是政治也发生了。我们反思一件事情的能力才会是这样慢慢的培养起来。